上次來慕士塔格峰，無人機炸在這裡了，一個鏡頭都沒拍到。這次我帶着修好的無人機又來了。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，混伦山脉3大主峰之一。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2号冰川，从新疆喀什来这里开车需要3个多小时。很多朋友来到冰川的位置找向导需要300到500元，而今天我免费来到这里，把来时的路线也告訴大家，并且告訴大家你適不適合自己開車來到這裡。或者有沒有必要坐向導的摩托車才能到達冰川的位置？大家好，我是瘦猴，環祖國邊境線自駕第7站，準備去往慕士塔格峰。本來準備離開新疆往西藏方向走了，但心裡面一直不願意放過慕士塔格峰的冰川風景。這邊無人機也修好了，剛才試了一下，又可以飛了。240營地，全程190公里了，3個半小時。出發。從新疆喀什民族樂器村出發，剛走出市區幾公里，看到前面一條白線，還以為是雲，仔細一看原來是雪山。接下來100多公里，海拔將上升3000多米，沿途會經過克州冰川公園，也是國內海拔最低的冰川。怕高反影響看冰川的可以去這裡。這條 G314 中巴友誼公路也叫雪山公路，一路向着帕米爾高原深處前行。冰川就在路旁邊，每向前1公里都是視覺盛宴。沿途還會經過白沙湖，一半白沙一半藍湖的景觀，湖水的顏色會跟着陽光不斷變化，與遠處的雪山遙遙相望。我們現在就是要去往這裡，2號冰川，從山頂一直延續下來。這次爬雪山帶了3塊電池完全充滿，2罐氧氣以防萬一啊，還有自己備了冰爪。我已經知道路了，不準備找向導。不過沿途的路非常的差。大家來這裡可以直接導航慕士塔格峰登山大本營或者204營地。上次來這裡是沒有開的，需要走旁邊的墓道小路，而這次直接進來了，越野路程少了一半，但也一定要4驅車，底盤足夠高才可以。沿途會經過很多凸起來的石頭，路特別爛，也要捨得車子小磕碰。駕駛技術足夠好才建議自己開車，不然就老老實實坐向導的車，也不用擔心找不到路，跟着車走，或者沿着車辙印往冰川方向走就行。所有岔路都是一個目的地，2號冰川。一個小包，一個無人機包。哇，這上面好多都是摩托車師傅。騎摩托車就是200塊錢。這裡是越野車所能開到距離冰川最近的地方，從這裡可以坐摩托車或者騎馬，來回都是200元，也可以免費徒步上去。開始徒步的地方海拔是4200米，還是很高的。看我多久能走到冰川的位置。摩托車可以10分鐘到達冰川腳下，騎馬時間和徒步是一樣的，因為馬也是牽着走的。從喀什直接來這裡的話，海拔上升的太快，如果再選擇徒步，身體可能吃不消。大部分人還是選擇坐摩托車。走了20多分鐘，來到摩托車所能到達的終點。前面就可以看到2號冰川了。這邊有高原現磨咖啡，這邊有烤羊肉串，這就是2號冰川，還是很熱鬧的。海拔4400米，不過這個標的4600米啊，實際是4400米。這個冰川呢是這種尖尖的塔林的形狀，非常漂亮，所以也是喜歡野冰川的朋友所來到最多的一個地方。再給大家看一個非常有意思的，每個塔林尖尖上都站有人。這
這邊每個尖尖上都站着游客去拍照，準備穿上自带的冰爪，进入冰塔林裡面。哇，還是很危險的，哇，深不見底的這種冰川溝壑，不小心可能就塌了，就掉下去了。這種冰川融水流下來的，形成的很深的溝壑。冰川上面上來一個小寶寶，小寶寶，他害怕嗎？你看他開心的在這裡笑。我的孫子這個啊，我的孫子。你孫子？對對。爺爺抱上來的。啊。1歲了有。對對。好厲害。来這裡建議戴個手套啊，因為這個冰很硌手，手扒到地上就會很疼。穆什塔格峰是帕米尔高原的標誌，也被稱为冰山之父。整個山頂就是一個巨大的冰蓋，最厚的地方可達200米。這也是國內少數能徒步就可以站在冰川上的地方。说實話，我不想說什麼的，但是還是忍不住吐槽一下。那麼漂亮的萬年冰川，在這腳下到處都是氧氣罐、塑料瓶。來這種地方高反難受，我理解。氧氣瓶用完了，順手塞包裡，一個空瓶子能有多重？開玩笑啊，我只是體驗一下，順手把氧氣瓶扔在這裡是什麼一個心態。給我最強烈的就是怕被打的心態，你能理解嗎？把垃圾順手扔在這個地方，都沒有一點敬畏之心嗎？這時天色有點晚，遠處又有烏雲過來。我從冰川上跑下來，有點着急，感覺狀態不對，害怕自己高反，但還是想呼籲大家出來玩，最基本的底線就是不亂丟垃圾。也是第2次來這個冰川了，同樣也是力所能及的做點什麼。能力有限，只是一小袋，只是在這一片還有很多。希望後面來這裡的朋友能夠愛護環境，希望我順手做的簡單小事也可以起到呼籲作用，愛護環境。現在我一個人走在這個冰川塔林裡面，在這邊冰川上的垃圾，他們都就地焚燒了。下山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穆什塔格峰，他就站在那兒萬年不化，什麼都知道，但什麼都不說。這趟回來，炸鍋的無人機修好了，沒掰成的冰川補上了，能撿的垃圾也帶下了山。有些遺憾能補，有些遺憾補不了，但路還得往前走。有些東西會一直放在心裡，帶着它一起看後面的風景。環祖國邊境線自駕，我是瘦猴，我們路上見。